孝子，活着也没有用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住手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喂，哎，我叫你住手，听到没有？你说过你不会在疗养院捣乱杀人的，早知道我就不应该相信你的话。你再做坏事，我叫警长抓你回去。我没有做坏事。我明明看到了，你还想否认？他到底跟你有什么恩怨？你为什么要杀他啊？他是个不孝子，我最讨厌不孝的人，我要把这些人通通杀死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都已经死了，人世间的事你就不要再插手了，放下吧，走吧。还不走？喂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你在跟谁说话？刚才发生什么事啊？刚才有一只鬼要杀你啊！他要杀我？他为什么要杀我？我跟他有什么恩怨？他说你是不孝子，他最讨厌不孝子了。我是不孝子？我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需不需要我陪你去看医生？没事，我没事。不过他会不会再回来找我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如这样吧，你去我家暂时避一避。哦。你说那只鬼拿着枕头压着美珍哥，要让他窒息。是喽，我老爸也说过啊，在疗养院也有类似枕头自己飞起来的事啊。你们说会不会是同一只鬼做的？犯案的手法一样，所以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性。这只鬼这么凶恶，英雄，会不会就是你要抓的那只恶灵啊？你看到的是不是他？对，就是他。什么就是他？哦，警长给我看照片，我认出来了，是同一只鬼。照片在哪里？给我看一下。你看不到的啦。这只鬼会不会是从你们那边逃出来的？没错，他是和Lin一起跑出来的恶灵。那你要赶快抓到他，免得死更多的人啊！英雄啊，你们那里的监狱啊要改造一下啊，保安那么差，这么容易就让恶鬼跑上来，不像我们这里的监狱。很多人死了，还充满执念，造成冥界有很多的恶灵，再加上警长的人数不多，一旦忙起来，兼顾不了。看来工作超时的情况到处都有，你们下面的警察也不好当嘛。excuse me， 你们真的在跟鬼说话？他不是普通的鬼，他是警长。小白，哦，你什么时候看得到鬼的？其他的鬼我是看不见，我只看得见他，是他把我从火场救出来的。哦，你就戴上这副眼镜就可以看到他了。真的，哎，你不要怕啦，他长得像个人一模一样，而且他长得比你帅。这么小，谁叫你头那么大？哎，不要弄坏他。在哪里？没有啊。这里没有啊。真的看不到。你们是不是联合来玩我的啊？表姨，我想你说的对，果然只有有渊源的人才能透过眼镜看得到他。难怪你之前不相信有鬼，现在你相信了。要不是亲身经历啊，我也是不会相信的。你们说，这只鬼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啊？美珍哥的爸住在疗养院，这只鬼杀的都是疗养院老人的孩子，所以应该跟疗养院有一定的关系啊。那怎么办？要怎么样阻止他杀更多的人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看来我得回冥界走一趟，查一查4977生前的资料和他跟这些人的关系。邱志国，56岁，死于2017年，杀父后跳楼自杀。资料官了，这些资料呢都不够用，您可不可以调多一些有关于4977的资料给我看呢？如果审判长同意，他可以帮你申请权限。资料是您负责的，您批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审判长的同意呢？冥界是讲求阶级制度的地方。我知道，官僚嘛。
对了，为什么你好好的一个审判长不做，为什么去当个资料官呢？这审判长的阶级比资料官的来得高，难道你被降职了？你那么八卦做什么？您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啊？当年糊涂，做错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？唉，总之，活着的时候不能做错事，死了之后也一样负责。唉，说是资料室，什么鬼资料都没有。害我们死得那么惨，为什么没有被罚？听说还可以去投胎啊，好不公平啊！给我住手！你们把这当这是什么？啊，警长丁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只是闹着玩的。很好玩吗？不准再欺负4788，要不然放风的时间都没有，每分每秒关在黑牢里头接受惩罚。警长丁，不要生气，以后我们不敢了。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下次他们再欺负你，你不需要忍，去找一个警长投诉，知道吗？他们就像以前的我，很痛恨害死自己的人。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，所以他们要打要骂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你才去总司令那没多久，整个想法都变了。总司令他不是对你洗脑吧？我只是想通了很多事情。加油吧，赶快把你的灵魂克数减到21克，那我就可以跟审判长求情，不让你去投胎。其实我并不想投胎。如果下一世又有人对不起我，那我又放不下，我一定会找他们报仇的。这样子不是更辛苦吗？为什么你说话越来越像我们的审判长？你确定总司令真的没有对你洗脑吗？警长丁，你呢？以后不做警长了，你会不会想要投胎？其实这一点啊，我倒是没有想过。不过现在的我不会想要去投胎，因为我还有一些事要办。其实我觉得，只要活着的时候开心就好，投不投胎并不重要。你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。在短短的时间，你放下了很多，只可惜4896和4977，他们的执念还是那么的深。4788，你是否能告诉我，他们现在的下落？警长丁，我是不会做出对不起他们的事的。这点我明白。我应该去向总司令报道了。我陪你。嗯。你真的不说吗？我真的不可以说的，警长丁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，你吃我的住我的，竟敢诅咒我不得好死，害我死得那么惨。什么吃你的住你的？公司我也是有付出的，好不好？还有，谁叫你不承认是你要我做假国梦？谁叫你强奸人还拖我下水？这是你的报应。原来放不下，搞到自己充满怨气的样子，是那么的丑陋。报应？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现在还不是在这？够了，别再吵了。你们俩是死于心脏病的，已经算是很幸运了。来到这个鬼地方算幸运吗？还有，我根本没有心脏病，怎么会心脏病爆发呢？我还不是一样？是不是你叫你的师傅来害死我的？你用脑想啊！难道我叫师傅害死我自己啊？那我为什么会无端端心脏病爆发？你问我问谁啊？你问他。4977，你去哪里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
我有正经事要做，没有空照顾你。小气鬼，我不需要你照顾的。你乖乖听话，我要去找我姐。你不是说你姐姐已经死了吗？原来她没有死，只是她儿子不想照顾她，把她留在疗养院，还跟她女儿说我姐已经死了，我才会误会的。你姐姐很可怜，她的儿子很坏啊。我是不会这样对黑娜妈妈的。所以我要去带我姐走。去哪里？去我们的地方。去我们那里不是更痛苦吗？我们那里很多黑牢哎。我姐不会成为恶灵的，她有失智症，不会有执念，说不定还可以早点到灵界投胎。4896，警长丁已经发现我可能随时会被抓回去。如果你看到我没有回来，代表我被抓了。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不要，1788已经不在了。如果你也被抓，只剩我一个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什么人的身都可以上，没有那么容易被抓的。我得走了，自己小心。不要，我不要给你走，你不要抛下我一个，不要。4896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小心，不让警察经抓到的。你要听话，不要到处乱跑。4977，你要小心，一定要回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你差点被鬼杀死啊！是喽，还好苏晴来找我，救了我一命。哦，谢谢你啊，世晴。施美珍运气好，人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哎，你去哪里惹上这么凶的鬼哦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我们怀疑志玲姐跟凤仪的儿子都是给这只鬼杀的。我就说过这里闹鬼了，你现在相信了吧？啊？之前一直不相信，还说我胡说八道。是啦，sorry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已经在帮你找另外一家疗养院了。还要等啊？不知道我有这条命等吗？吹，不要乱讲话！哎，对啊，安哥，你会长命百岁、健健康康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真没用。凤仪和全叔好像回来了，我去跟他们谈一下。素琴样样都好，只可惜她有阴阳眼啊。跟她在一起，如果你心脏不好的话，随时会被她吓死啊。我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为什么被Dr. Kwok打了一针以后就忽然死了？我也是，不久前才做过身体检查，为什么打了针就死掉了？我知道你喜欢吃，特地买给你的。我吃早餐了，你自己吃吧。这个周末要不要一起去跑步啊？你最近很少运动，会影响体能的。你不是常说要保持状态吗？一起跑步嘛。好吧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很漂亮的，你看一下。不错，蛮美的。还有，不错。丽内的案件可以结案了。啊？这么快结案？凶手认罪了，幕后主使人罗一伟也死了，不结案还等什么？我总觉得这个案件是丽内冥冥中保佑，真相才会大白。幸亏我们有还丽内一个公道，要不然她死得太冤枉了。我先出去一下。刚回来又要出去了？我也出去一下。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等你啊。走吧。丽内，对不起。如果我当年知道罗一伟对你做的那些事，我就不会救他的，也许你就不会死。
真的对不起。过去的事别纠结了，以后好好查案，还每个受害者一个清白，您就可以安心。其实，你的人生有没有追求什么东西啊？追求什么？金钱、地位、名利。就算我成功了，那又怎样？有人在乎吗？你干嘛那么讲话？跟你爸有关系啊？最近还好吧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那么关心我？有话就说吧。我听说你大学派你出国做交换生，你的消息还真灵通。那个候补女生呢，是我一个大客户的女儿。然后呢？如果你退出，那机会就是她的了。我为什么要退出？你知道我付出多少努力才得到这个机会吗？这个机会有什么大不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和你出社会之后的成就不成正比的。社会现实的，人们只会尊重事业有成、口袋满满的人，谁在乎你大学表现是否优秀？我在乎啊！难道你不会为我的成功感到骄傲吗？看来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。我这么做是累积财富，将来那些财产不都是你继承的吗？你给我退出！我现在知道我的成功，在你眼里根本一文不值。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拿你人生跟你爸赌气啊？我从小就没有妈妈，我努力给谁看？那努力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自己。我妈也是很反对我当警察的，但我没有放弃啊，因为我当警察是为了我自己，不是为了她。其实我们两个挺像的，我们的家人呢，都不是很在乎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只希望我们照着他们的期望去做。不过我相信，我真正的爸爸一定很支持我现在在做的事情。对啊，他以你为荣哦。你有知道？他亲口跟我说的。你信不信也好，这世上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。也许有一天，你可以亲眼看见你爸。你少跟我转移话题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爸是因为你才牺牲的，你最好连他的份好好的活下去，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有没有恨过我？因为你从小就失去了你的爸爸。其实我有想过，换成是我也会那么做的。我理解我爸，所以我不怪你。所以我才想让你好好当警察嘛，这样我爸就不会白白牺牲。还没找到啊？你查的那个什么4977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杀了自己的爸爸之后，他自杀死了。杀死自己的爸爸？杀人都已经很难了，还要杀自己的爸爸？要不要叫小叶查一下啊？好啊，谢谢你。如果你要谢谢我，你就什么？就多陪陪我啊。
还是跟我去那边看看4977有没有在那儿？痛！不要玩了，我不是在逃避你，我真的是要找4977的。我不是跟你玩的。最近我的胸口一直在痛。那你要不要看医生啊？我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真的不要去看医生了。我没事，我都已经好了。心脏不舒服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我前阵子已经做了身体检查，一切都正常，你不用担心。抓4977是我的责任，你没有这个必要陪着我到处乱跑。我想要争取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难道对我一点动心的感觉都没有吗？即使我对你有感觉，有一点你一定要明白，你是一个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灵魂，我们两个是不会有结果的。那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开始？照你这么说，人都是要死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工作赚钱、读书、生孩子、结婚呢？到头来什么都带不走的。结果不是最重要，过程才是。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。既然我们都来了，当然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爱自己所爱的人啊。人死的时候，除了回忆，什么都带不走。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连美好的回忆都没有留下，那我们不是白活了吗？看我一直在那边碎碎念，我差一点都忘了。等我一下。礼物我已经买好了，你帮我带上就可以了。我最近心脏不是很好，可能随时都会死掉的。万一我死了，还没收到你送我的礼物，我会遗憾的。好，你仔细看。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帮你。谢谢你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，看不见我。哎呀，各位好兄弟啊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求求你放了我啊！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啊！看不见我，
我看不见我。我知道你一个人活得很痛苦，我来帮你解脱。这个针对你有好处的，你不要怕。不要，真的不要。不会痛的，就好像被蚊子叮一下而已。蚊子叮不会痛的，对吗？不要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是这样子的。珍妮姐睡不着，一直哭闹，我帮她打镇定剂。镇定剂？哎，这真的是镇定剂吗？凤仪和传树也好像是打了针之后不久就突然死掉了。哦，他们是被你杀死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我儿子是警察，我叫他来查你啊。安哥哥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有什么好误会的？志玲姐已经没有闹了，我看不用帮她打针，已经很晚了。你早点睡觉。这么喜欢打针，我跟你打啦。你怎么搞的？一点小事都做不好。本来是很顺利的，都是安哥哥的错。你没有用了。算了，别怪他了。应该找机会再下手就是了。院长，德德夸，我不想再做了。你说什么？安哥哥已经怀疑凤仪跟全叔是因为打了针之后才死的。再这样子下去，我们迟早会被发现的。我还有妈妈要照顾，我不能出事啊。那你现在后悔了？瑞，你忘了当初就是你想让你妈过好一点的生活，才跟我们做的。要赚钱，就不可以这么胆小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每晚都在那边做噩梦，我真的不想做了。我们是同一条船的人，谁也休想下船。总之，我不想再去杀人了。要是你们再逼我的话，我就去警察局自首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放开我！哎，大家冷静点，别冲动。院长，既然他都不想做了，逼他也没有意思。不过，你要答应我们，绝对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。那是当然的。院长，我先出去了。还在吃鬼的究竟能找到什么东西？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？哎，小班，你真的变了哎！以前你查案子都被查得那么清楚了，都是得过且过的。你看，有人应门吗？没有人应门吗？不要这么多废话啦！我说的是真的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这间祖屋在几年前被邱志国的外甥给卖了，所以基本上是找不到线索，最多只能问问邻居。我就是这么打算，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。然后你看，你真的变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警察。请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你的旧邻居邱志国？哦，当然认识。你住这里多久了？整20年了。那你应该很了解治国的为人吧？治国很勤劳，也很顾家。大概7年前，邱伯伯发生车祸，变成植物人。大家都觉得他爸爸救不回了，可是他怎么也不肯放弃。后来治国发现他患有末期胃癌，他担心邱伯伯没人照顾，不得已才……哎，治国啊，我做懒龟龟嘞，我现在下去买东西，等一下拿给你吃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邱伯伯出事了？我爸死了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。爸，我对不起你。命运有时候对一些人
真的很残忍。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邱志国这么做，看着自己最亲的人被病痛折磨，却无能为力，自己又患上绝症，是人都会想不开的。按照这样的推理，4977应该很恨姐姐不照顾爸爸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所以他去疗养院，难道是为了杀死他自己的姐姐？我爸说，当时凤仪看到枕头在飘的时候，志玲姐也在现场的。那他为什么没有杀死自己的姐姐啊？反而杀了自己的外甥全叔的儿子？也许血浓于水，他下不了手。那也不需要杀掉姐姐身边的人吧？哎，你们说，凤仪跟全叔的死，是不是跟邱志国有关啊？死法不一样，不应该是同一个凶手。我也觉得不可能。我听安哥哥说，凤仪和全叔原本是很健康的啊，打了针之后突然就死了。我老爸跟我说过，他昨晚看到有看护人员要帮志玲姐打针，他就去问他打什么针了。那个看护人员很紧张，就这样走掉了，应该是有问题的。看来这间疗养院不简单，一定有古怪。没带你来错地方吧？这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还不错。要不要比赛跑步？上一次开枪输给你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扳回一城。来，谁怕谁 ？Ready, go！ 走。很臭哎！啊！有一个味道，你这里。不知道叫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借过一下。借过一下。什么事情啊？我和我朋友经过这里，闻到了奇怪的味道，好像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哇！除了 Brad 还有杰山看到的尸袋，在滨海湾也有人发现到尸袋。法医已经鉴定了，这2个地方找到的尸块都是同属一个死者的。那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吗？还没有，现在只可以确认死者是一名男性。根据皮肤的纹路还有骨髓推断，年龄大概是25岁到35岁之间。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了。失踪人口那里查了吗？查过了，没有符合的。这凶手真狠呐！死者到底哪里得罪他？好好一个人，要砍了那么多段。那我们再回去找到尸块的地点看一看。杰山，你跟美珍哥一组 ，Brad， 你跟我，10分钟后出发。Yes, sir. Sir， 这个就是你叫我查的 Home Care Nursing Home 的资料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前几天出了一点状况，而且看护呢不肯合作，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处理啊。我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们会尽快。这次的顾客是印尼富商，愿意出几倍的价钱，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还有，顾客要求器官的主人必须低过50岁，能办到吧？跟以前一样 ，Dr. Kwa 会伪造医药证明书，证明那些器官呢是属于50岁以下的。3天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不过办不到就给我滚！大把人等着做。警察先生，求求你们，一定要找到我的儿子，求求你们。安迪，别激动，冷静一点。他已经很多天没有回家了，他从来不会这样的，求求你们了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安迪，你儿子失踪了。他已经2天没有回家了，电话也不接，他从来不会这样的。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？徐宗正，英文名是 Ray， 今年28岁。你们为什么带我进来？我儿子不会发生什么事吧？你先不要太担心，我们会尽力调查的。你儿子失踪前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啊？他最近的确不太一样，有时候一个人呆呆的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跟他说话，他常常在发呆。我多问他几句，他会突然发脾气。还有什么吗？
他最近好像特别舍得花钱，还给了我5000块，叫我去买保健品吃。你儿子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是一家疗养院的护士。哪一家疗养院？叫家什么的？家护疗养院。对对对。有什么消息我们会再通知你的。Sir， 4块跟 Ray 的 DNA 吻合，确认是 Ray 徐宗正。身体不舒服了吗？我突然又呼吸困难了。那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呢？我休息一下就好。你担心我啊？其实你不用担心我的，我一点都不怕死。反正死了之后还可以再见到你。 你人那么好，又做了那么多的善事，死了之后是不会去冥界，那我会去哪里啊？你会去灵界。拿了投胎证之后，就去投胎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死了之后再也见不到你 ？Ray， 听说你最近都没有来上班。 你死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你有没有看到谁开车撞你？凶手故意开高灯，让我看不见他。但是我知道凶手是Dr. Kwa 和刘院长。你为什么那么确定呢？因为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我分尸。1、2、3，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。处理干净一点，千万不要留首尾啊！知道了。 徐中正，不用再看了，你已经死了，跟我走吧。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？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不想跟他们一起做犯法的事，他们担心我去报警，所以杀人灭口。你们做了什么事？杀死疗养院的老人，贩卖他们的器官。 凤仪和全叔也是其中的受害者。小叶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凤仪和全叔是被谋杀的啊。什么？Ray 死了？难怪他这2天没来上班，我还以为他不想做了。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给我辞职信啊？我们可以四处看看吗？哦。 当然可以，来，请。
Sir。这些人真的没有人性，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。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啊？抓人需要证据啊，总不能单靠鬼说的话抓人吧？你们的动作要快，他们随时都会在对无辜的老人下手。我知道，电脑与科技组已经确认找到的手机属于 Rico， 他们也发现手机里有他、院长和医生的聊天群组，可惜里面的讯息都被删掉了。警方已经联络电讯公司帮忙还原聊天内容，应该很快就会收到消息。我先去疗养院等4977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不要跟着我到处乱跑，好好待在家里休息吧。嗯。哎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怎么没跟我说？没事啦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哦，那你去休息吧，我帮你倒杯水。美珍哥，聊天内容还原了。打电话给小白。好好。喂，Das。好，疗养一起啊。嗯，拜拜。怎么样了？他有心跳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赶快动手吧。嗯。喂，住手！你们要干嘛？我们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你们串谋杀人，参与非法贩卖器官的勾当。不要过来啊！吴天雄，把刀放下！我真的会刺他的啊！